等公交时，无意在某乎刷到一个帖子，谁能告诉我结婚有什么好处？底下有一个高赞回答：结婚的好处那可太多了。我花8万8娶一个为我洗衣做饭、生孩子、终身解决生理需求的保姆，不爽吗？婚后再让她怀孕，哄着她当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你还不知道吗？一天到晚围着老公孩子转，每个月只给他1000块钱当家用，嫌不够自己挣去。就这样，我老婆还跟着我7年。说实话，7年8万块钱早回本了，哈哈。我刚想开喷，却发现高赞回答的楼主是我老公。不死心地点进那个帖子，短短几分钟，帖子已经盖了几10层楼。当代社会男女婚恋观念发生激烈碰撞，下面清一色的评论都在骂他渣男没人性。楼主却完全没有脸皮，继续在评论里回复，告诉你们这些小年轻怎么偷懒，家务方面要学会装聋作哑，一问就是不知道不会，然后等他看不下去了就会自己收拾。孩子也是，他爱管管，不管拉倒。他没钱只能仰仗我，到时候想打想骂看我心情，要是不满意，得，房子车子都是我挣的，马上让他净身出户，带着孩子一起滚蛋。楼下有人发问，1000块钱哪里够用呀？你这样不怕你老婆离婚吗？好奇这人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性，我干脆点进全部回答这一栏里，结果看到了更丧心病狂的一幕。男人无耻回复，我老婆现在都不知道她的彩礼和嫁妆都被我以做生意的由头花光了，你说她敢跟我离婚吗？铁主，好像也对，她完全没有退路了。男人接着回复，再说了，现在还有离婚冷静期，她想离婚还得我同意，我就算动手打她法院也不会判刑，但是她打我可不一定，有时候工作压力大了，不就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吗？结个婚，得到个免费的奴隶，这么划算的买卖你不结？有更多的男人在那人底下连连附和。没错，作为过来人，趁年轻的时候早点结婚，早点享福。这些人作为婚姻关系的利益既得者，在网络上大肆算计自己的枕边人。这一出屏幕的大男子主义味道，让我连翻好几个白眼。这种人渣在婚姻里榨干了女性的价值，凭什么还能过得这么好？有良知的路人在底下评论：贱种，祝你早点死！求你了，放过你老婆吧，她又不是杀人放火了，怎么就遇到你这种人渣？我在心里默默点头。可翻到最后，看到那个楼主头像时，我一时有些发愣，后背泛起凉意。那不正是我老公陈楠的头像？金色的手表，手腕内侧的纹身，从左到右贯穿手背的刀疤。我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，脑子持续发懵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，颤抖着将这个账户的头像放大再放大，清晰地看到了男人手腕上的纹身 Love 林娇，我的名字。当初热恋时他不管不顾纹上去的，他所有平台的账号用的都是同一个头像，所以那些言论是他一字一句敲上去的。我捏着手机，手心发麻发烫，还没来得及消化负面情绪，陈楠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电话刚一接通，那边不耐烦的吵嚷，赶紧去学校接琪琪，一天到晚爱生病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病秧子，烦得要死。琪琪是我们的女儿，不足月早产，一直体弱多病，平常都是我在照顾。此刻我坐的公交车和学校的方向相反，下意识的想叫停，可下一秒脑海中突然有了想法。我开口，女儿是我一个人的吗？不料刚说完，那边暴跳如雷，你生的就得你负责，孩子你爱管管，不管拉倒。孩子你爱管管，不管拉倒。这句话像是一把刀扎进了我的心里。电话被立马挂断，我站在行政大楼门口，胸口喘不上气，又看了眼近在咫尺的大楼，手机里还有 HR 发送的面试邀约，一时摇摆不定。这时闺蜜打来电话询问，面试时间快到了，你人呢？我哑着嗓子开口，我女儿在学校生病，现在没人照顾。闺蜜在电话那头无语说道，这次面试是我好不容易为你争取来的，你知道你做了几年的家庭主妇吗？当家庭主妇的苦你还没吃够吗？孩子是你一个人的吗？这个家离了，你真就得散吗？闺蜜的话让我莫名心塞。做了7年的全职家庭主妇，好不容易约了面试，我想重回职场。我一字一句回答，面试我会准时参加，然后给老公陈楠发去消息，既然这样，那离婚吧。刚发完，陈楠的电话再次打来，他声音气愤，像是对我有无尽的恨意。你是不是有病，就为了这点事跟我离婚？
你还有没有当妈的觉悟？在家照顾孩子都照顾不好，我在外面赚钱养家这么辛苦，你倒好，时不时的添乱。行行行，我去行了吧？我深吸了口气，心里的压力并没有因为女儿有人照顾而被减，反倒委屈。炎炎夏日，头顶的太阳照在身上，我却觉得如坠冰窟，眼泪不知怎么就掉了下来。背叛与难过的滋味交织在一起。7年的婚姻生活早就将我磨得没了脾气，心里再难受，30岁的女人也必须调整好情绪。面试的过程不是特别顺利，全职家庭主妇重返职场还是会受到一些偏见。HR 看了看我臃肿的身材和憔悴的面容，有些犹豫。但好在我以前也是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，在我尽力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后，还是顺利拿到了入职通知。面试结束的下一秒，我马不停蹄地打车去了医院。自己的女儿说不心疼是假的，可刚到就诊室门口，陈楠见了我立马劈头盖脸的谩骂：你在家是怎么照顾女儿的？为什么她年纪这么小会得尿路感染？我有些不可置信，女儿的贴身衣物我都是用小盆单独清洗的，用的洗涤剂都是婴幼儿专用，洗完后还会在太阳下暴晒，而且每天一换，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可此刻手里的诊断报告就是这样。陈楠又不满道：他在学校里有没有和什么男同学接触？他的声音粗鲁蛮横，指责的话透过门缝飘到了走廊。不少人惊讶的目光落在女儿身上，我眼睁睁地看着面前无知又愚蠢的男人，他作为父亲却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女儿。什么时候尿路感染就代表着不检点？我狠狠地推开了他，扯着嗓子开口：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琪琪才6岁。医生用笔帽敲了敲桌子，制止了我们2人的争吵。他严肃开口：尿道感染有很多种原因，不一定是你说的那种。如果真是那种情况，我们医院也会报警。陈楠被医生一对，脸色涨红，立马毕恭毕敬。这个人在外人面前卑躬屈膝，对家人却腾不出一丝的宽容和爱护。帘子后面，婆婆坐在椅子上，发烧的女儿站在一旁。我连忙将发烧的女儿抱在怀里，用嘴唇去碰她的额头，依旧很烫。也就是说，从我面试到现在一共2个小时，琪琪的烧一直没退，就这么硬撑的。婆婆见我来了，满脸横肉，语气讥讽：得，家里的大功臣来了，我儿子挣钱，你们娘俩花，一天班都不上，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。陈楠刷着某音，附和着：可不是吗？就因为我今天不来接琪琪，还要跟我离婚，一个家庭主妇离了我谁养她？我回想起今天刷到的帖子，不愧是能在网上肆无忌惮发表剥削自己妻子言论的男人。2人如3堂会审般给我戴上枷锁。听着这否定又轻视的话，我再也憋不住怒火，朝着2人吼了起来：是我要当全职主妇的吗？不是你当初跪着求我的吗？陈楠被我一吼，随即冷下脸来，声音趾高气扬：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住我的房子，在我面前硬气个屁，是我养的你，有本事你自己出去找工作。我抬眼怔怔地看着他，7年的婚姻好像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一样。明明当初哄我做全职太太的时候，他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是远嫁，当时义无反顾地跟他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友情饮水饱，只存在于热恋中。结婚之前，我和陈楠都有工作，2人的薪资也相差不大。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单身时那样，家里突然多了个人，做饭要多做一点，洗衣服要多洗几件，碗筷都要多刷一份。这些都是芝麻粒大的小事，可重复捡起一粒粒的芝麻，依旧让人崩溃。陈楠曾说过让我辞职在家，我拒绝了。可天不遂人愿，一次意外怀孕，并且胎心极其不稳。他很期待新生命的到来，强行给我的领导打了辞职电话。本来就是孕妇，主动离职还少了公司福利，领导当即批了报告。就这样，孩子出生。出月子后，我想上班，陈楠却说孩子才刚满月，这么小，没人照顾怎么行？你至少等他1岁了再出来上班。后来孩子1岁，陈楠又说1岁的孩子刚学会说话，走路都还不稳，你至少等他上幼儿园了再考虑找工作的是吧？后来孩子总算上了幼儿园。陈楠接着说，幼儿园这几年很关键，我工作忙，你干脆别去上班了，我赚钱养你和女儿。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。我不同意，他单膝下跪向我保证。爱情和亲情迷了眼。就这样，
全职家庭主妇一待就是7年。我在婚姻中多次让步，他在婚姻中占尽了便宜，到头来得到的却只是一句：是我养的你。工作我已经找到了，我扬了扬手里的入职单，从今以后你每天上班我也去，家务一人一半，你不干我也不干。婆婆听我这话立马怒了，你去上班那孩子怎么办？有你这样当妈的吗？我压着怒火，女儿一人一天，她又不是没爸，她哪天要是没爸我再给她找。陈楠听了这话像发狂的野兽，他一把撕烂我的入职报告，老子让你出去找工作，老子让你出去找工作，一天天不好好待在家里，就你那破工作能挣几个钱？白花花飞扬的碎纸片砸在我的脸上，让我再次坚定了离婚的想法。有些人厌恶你依附于他，也厌恶你摆脱他的掌控，他要你养他鼻息的活着。窝囊了一辈子的男人突然在自己的伴侣身上尝到了权力的滋味。我不像是人，倒像是被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狗。琪琪在一旁虚弱开口：妈妈，我好难受。我安抚性地亲了亲他的额头，用手背给他散热。对于男人的居高临下没有半点反应，陈楠却像是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，一把扯过我的头发。我说你几句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可硬气的？能过过，不能过离，那就离。我听见自己说。陈楠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你真敢跟我离婚？房子车子都是我挣的，你这么多年一天班都没上，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我没说话，抱着孩子转身离开。漆黑的马路上只有微弱的几盏路灯，车灯从身后穿过，稳稳地落在我身上。陈楠的车在后面跟着，我以为他会停下来，可没想到车辆径直从我面前飞驰而过。地上浑浊的泥水毫不犹豫溅到我身上，我连忙用身体遮挡住女儿。污水将白色的衬衫后背浸湿，一滴滴落在鞋子里。一阵风吹来，我听见车上的陈楠说：这么硬气，那就自己走回去。我烦躁的胡乱擦了几下，继续抱着琪琪走着，却不想被一对小情侣叫住。女孩指了指我脏兮兮的后背，我摇了摇头没说话，心里的痛感已经剥夺了我的语言。她见我不语，从包里掏出纸巾递给我。看着那包纸巾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个人蹲在马路边，抱着琪琪哭了起来。一个素未谋面的人都会给我帮助，可曾经朝夕相处那么久的人却会将自己的妻儿丢下。冷风吹着，让我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。琪琪搂着我的脖子，用小手擦去我的眼泪。妈妈，别哭，琪琪以后再也不生病了。他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这也算是我这么多年来唯一慰藉的事。我摸着他的头，轻声说着：没事的，妈妈不哭。从医院到家的路程一共40分钟，等我回家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卧室里，陈楠正扯着鼾声呼呼大睡，他好像从来没有因为吵架而烦心过。厨房里，他只做了一个人的饭，菜叶和厨具被随意堆放在洗水池里。他的衬衫在阳台上挂着，我和琪琪的衣服被随意丢在洗衣机里。想着女儿还在发烧，我倒了热水喂她吃药。喂完药后，他又说要去洗手间。刚打开门，一股尿骚味迎面扑来，马桶圈上有几滴橙黄色的尿液洒在上面。撒尿的人完全不在乎这个家里女性的处境，不愿意弯腰伸手掀开马桶圈，就这么明晃晃的尿在外面。脑海中像是有一根紧绷的弦突然断掉。7年的时间里，我说了无数次，陈楠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郁闷、疲惫、愤怒，怪不得琪琪的贴身衣物都是我手洗，怎会还有细菌感染？空气中弥漫的尿味让我忍不住泛起恶心。下一秒，我一脚踹开卧室的门，门板壮烈的声音让陈楠从床上弹起。他站起来狂怒：有病吧你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！我握紧拳头，把马桶上的尿液清理干净，立刻马上。陈楠嗤笑一声：不就是一点尿吗？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他说完，撞开我的身子，怒气冲冲进了洗手间。我以为他会拿花洒清理，没想到陈楠当着我的面脱下裤子，尿的马桶圈上到处都是。老子让你嚣张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，还使唤上我来了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想尿在哪里就尿在哪里。随后他像是故意树威，尿到了我的洗脸盆里。陈楠神清气爽地提起裤子，对着我的脸就是一唾。行了，我清理干净了。恨意在心底爆发，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我。为一个男人付出自己全部的青春和心血，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局。我看着他嚣张的脸，
用尽全身的力气将他的头按在马桶上，然后猛踹他的膝盖窝。他被呛得喝了几口，然后扯着嗓子干呕，但依旧嘴里发狠。赵琪，你个贱人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，敢这么对我，我今天就让你把马桶里的尿都喝干净。我揪着他的头发，狠狠地撞向马桶圈。陈楠又被呛得喝了好几口。男女力量悬殊，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，得亏平时搬快递力气大，趁着他脑袋眩晕，用浴巾将他的手反绑在一起，然后立马将浴室的门反锁。浴室内，陈楠还在叫嚣着。我快速收拾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，抱着女儿离开了屋子。走到小区门口，脖颈间传来如湿的触感，我察觉到怀里的孩子在哭。琪琪搂着我的脖子，抽泣开口：妈妈，我以后能不能不结婚？我下意识地开口问为什么，可刚说出就后悔了。我自己的婚姻生活都一团糟，又怎么能说服自己的孩子迈入婚姻？我抚摸着他的后背开口：没事，你的人生你做主，妈妈不掺和。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，又问闺蜜借了1万块钱用来打离婚官司。不管离婚的这条路有多难走，我总得走下去。1周后，我接到了陈楠的电话，他邀我回去谈离婚的事。我本想把女儿交给闺蜜照顾，可陈楠却要求将琪琪带回去，顺便商量下孩子该判给谁抚养。我想了想，最终还是同意。可刚到家门口，我的电话响了。接通后，那头传来闺蜜焦急的声音：娇娇，快跑，千万别回去，你老公要杀了你。紧接着，她发来一张截图，截图是一张帖子，有一个匿名用户说今天会骗自己老婆回家谈离婚，如果对方执意离婚，会杀了对方。男人还得意洋洋地说，在他的婚姻里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那条帖子下面有几万人在蹲后续，而此时此刻，匿名用户的地址离我仅有1米。我额头瞬间冒出冷汗。正抱着女儿要拔腿跑时，入户大门开了，婆婆一把将我扯进家里。客厅里，陈楠额头乌青坐在沙发上，他脸色阴沉。琪琪被吓哭，紧紧抱住我。我用手机不动声色地打开了客厅角落的监控，那个监控是我自己装的，当初让陈楠装他嫌麻烦，是我看着说明书一点点装好的。婆婆单手叉腰，平常娇弱的不行的一个人，立马将我的衣领扯住。我儿子1没家暴2没出轨，你怎么好意思提离婚的？结婚这么多年，你没给我家生个儿子出来，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没有强迫你生，我儿子一天到晚干活养着你，也没有让你受过工作上的苦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我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宽厚淳朴的面容。也许在外人眼中，陈楠是个老实人，而有多少女人陷进了老实人的陷阱，因此蹉跎了自己的年华，葬送了自己的终身。曾经我也以为选一个老实人挺好的，如果不是刷到陈楠的回答。婆婆见我毫无反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就开始嚎啕大哭。大家都来看看呐，我家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突然要离婚，肯定是外面有人了。我问你奸夫是哪个？我们住的是老小区，婆婆这一嗓子号来了周围看热闹的邻居，有些胆子大的直接站在门口朝里面张望。婆婆立马拉着最近的那个人开始诉苦，将陈楠在外工作的辛苦添油加醋说了起来，又将我在家里好吃懒做的事迹一一列举。也许是陈楠老实人的形象在他们眼里过于深刻，亦或是拧拆10座庙不破一桩婚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众人一股脑的开始劝我，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你就不能为了孩子忍一忍吗？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性格都有点缺陷。周围的邻居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。陈楠见有人说情，又摆起了那副老实人的形象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扮演着温柔，只有我知道那手劲有多大。老婆，我们和好吧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老实，嘴笨，平常也不懂浪漫，工作之余冷落了你，但我是爱你的。住在对门的中年妇女也开始当和事佬。一个男人不家暴不出轨已经很不错了，你就知足吧，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女人脸色蜡黄，身材臃肿，眼神暗淡无光。我记得上个月她老公因为家暴被拘留了2天，结果从警局回来后变本加厉。因为是家事，警察也只能调解，于是最近小区时不时的出现鸣笛声。明明他当初跟我闲聊的时候还说自己后悔结婚，还说有机会一定离婚，怎么到这里又开始劝我忍一忍？我抬眼看向他，中年妇女怨愤的眼神落在我身上。果然，人都是会嫉妒的，或许在他眼里，
陈楠不家暴对比她的丈夫已经算是好的了。我不悦地开口，如果真的要忍，那你老公以后打你的时候你也忍一忍，别叫得鬼哭狼嚎的，惹人烦。中年妇女虚伪的表情裂开，站在原地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人群中又有人提议，那让孩子说说愿不愿意爸爸妈妈离婚。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琪琪身上，她抱着我的脖子，用小脸蹭着我，诺诺开口，我想让妈妈离婚，我想让妈妈开心。听着这话，我心里一阵宽慰。婆婆却急了，上手撕扯着女儿的嘴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到底是赔钱货，哪有撺掇自己父母离婚的？离了婚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野种。我一把扇开婆婆的手，揉了揉琪琪的脸颊，她的右脸直接红了一大片。其他人还想再劝，我直接开喷，滚开，跟你们有屁关系，自己家里的事都一地鸡毛，还好意思到我跟前指手画脚，都给我滚。话说完，本以为他们会离开，没想到人群中和婆婆关系好的老太婆突然冲到了前面。我今天就替陈楠教训一下你这个媳妇，要不然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一个女人反了天了还敢提离婚。她紧紧抱着我的腿，差点没把我掀翻。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将人用力一推，推到了门外。婆婆立马跑过来，还没开口就被我扇了一个耳光，啪的一声，声音清脆。她捂着脸，你敢打我？眼见场面越来越乱，陈楠大吼一声，妈，别忘了我们的目的。接下来要进行的事，我不想让七七知道，就将她反锁在了卧室。门关上，陈楠收起那副受委屈的表情，眼神顿时一狠，你真的铁了心要离婚？我不置可否，既然想离婚，就把这些年欠的债都还了吧。他啪的一下将手里的房产证、土地使用证和付款证明都放了出来。我怔愣了几秒，站在原地差点没反应过来，这些证件上都是婆婆林秀兰的名字。这些年你住在我妈的房子里，整整住了7年，虽然是老小区，但地段很好，一年房租就是4万，我们一人2万。这房子你也住过，租房合同也有，别想耍赖。我看着那白纸黑字的租房合同，又看了看陈楠得意的嘴脸，脸上火辣辣的痛。自诩为老实人，结果从结婚开始就在算计提防。我握紧拳头，心里一阵愤怒。陈楠，你是畜生吗？可还没等我骂完，男人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狠狠甩在我的脸上。不要以为离婚就能净身出户，你还得还债，总共89万，要离婚，先把这一半的债还了再说。我看着那张欠条，脑袋嗡嗡作响。欠条的债主是陈楠的舅舅，而借债人这一栏里只有陈楠一个人的名字。不用想就能猜到，这笔欠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就是为了将我逼上绝路。疯了，疯了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从来都没想到枕边人可以这么恶毒残忍。我浑身的血液涌上头顶，崩溃大喊：我不认，我没有收到那笔钱，这上面只有你的签名，和我没关系。每个月1000块的家用我都得精打细算的花，何况这几十万的债务。陈楠嗤笑一声，林娇，你怎么就这么蠢？我每个月不是给你转了1000块钱吗？这就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据啊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共同债务，要不然你以为那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手机里还有转账记录，赖不掉的。我的全身力气仿佛被抽干，软趴趴地跌坐在地上。7年的婚姻生活，我什么都没得到。金钱他享受，债务却要我跟着还，我的心好疼，快要喘不过气。现在的情况是，那1000块钱的家用转账变成了那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要离婚，就得白白背负这几十万的债。就算闹到法院有证据，在我也毫无胜算。我全身僵硬冰冷，仿佛被人掐住喉咙无法呼吸，接近濒死。婆婆敲着二郎腿，吊着她的3角眼，出言嘲讽：这笔钱你还也得还，不还也得还，你老家在哪？家里有几口人，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你要是敢不还，别怪我去你家，把你们一家闹得鸡犬不宁。我的声音冷到发颤，你明知道我这么多年来没工作过，我哪里有这么多钱？陈楠突然怒吼：那我管你那么多，你不是硬气吗？你不是要离婚吗？1分钱都没有，还这么趾高气扬，离了我你屁都不是，安安心心做你的家庭主妇不好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要离婚，女儿100%会判给我。我心下一惊，颤抖着嗓音开口：凭什么？你骗得了琪琪的这个孩子，可骗不了我，你根本不爱他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能再被人夺走孩子。
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明明不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在离婚时偏偏要恶心另一半，誓死要将孩子的抚养权都夺走。琪琪跟着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人生活，我根本放心不下。陈楠嘲讽一笑，是不爱，可女儿不是很值钱吗？只要到了18岁就安排她结婚，现在结婚连户口本都不要，以后结婚会越来越方便。现在这个行情，结婚彩礼少说也得20万吧，让她多结几次，我养她的这些钱早就回本了。你没工作，法院也不会把女儿判给你。陈楠说完冷冷地看着我，我的眼泪早已流干，但此刻脑袋却格外清醒。陈楠的狠辣算计几乎超过我的想象，可这世上没有无理由的恨，他这么对我总得有原因吧。我冷静开口，为什么？陈楠就这么看着我，眼神很陌生。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开。还能为什么？他突然情绪失控，因为我当初追你的时候像条狗一样卑微乞求，你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我在你面前自卑怯懦，没有一点自尊，现在一看到你就想到当初自甘下贱的样子，我现在就是要回本。男人眼神凶狠，带着不甘。思绪飘过，我回想他当初追求我的样子。起初我是看不上陈楠的，甚至说了很多过分伤人的话，可陈楠面对我的冷淡仍旧坚持不懈，他说非我不可。后来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我们又再次见面，我被他坚持不懈的示好感动。现在看来，当初追我的时候觉得被看不起，现在就要从我的身上找回自尊。林娇，你得一辈子和我在一起，结婚就是要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奴隶，你跑了，我的奴隶去哪里找？你没有退路了。陈楠说完，狠狠地甩了我一个耳光，接着像野兽一样开始撕扯我的衣服。我被他一把推倒在地，偏过头正好和琪琪的眼神对视上。他躲在门缝处观察着一切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觉得他的眼神带着恐惧。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用尽全力，用力踹到陈楠脸上，然后对着卧室喊道：把门反锁好，发生任何事都别开门。琪琪很听话，门被啪的一声关上。有一句话，陈楠说错了，他说我没有退路，实际上任何人都有退路。他不知道，当一个人被逼到绝路的时候，犯罪是唯一的那条路。陈楠捂着流血的鼻子还在叫嚣。我冷静地穿好衣服，从厨房的地上提了那把剁骨刀。刀是我从网上买到，用来剁一些大件的骨头很方便。看见我拿刀的那一刻，婆婆笑出了声。懦弱了一辈子的女人还敢拿刀，不怕人笑掉大牙。陈楠的脸上也没有恐惧，甚至随意抹了下鼻子就开始大笑。他伸长头，将脖子放在了我的刀下，来来来，朝这里砍，你不怕坐牢的话就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满足了他的愿望。我一刀砍了下去，陈楠脖梗的血液溅了一身，他捂着脖子，身子不停地颤抖，痛苦哀嚎。婆婆发出了报名尖叫，啊啊啊！杀人了，林娇杀人了！老太婆年纪大了，身手倒是敏捷，她尖叫完立马转身就跑，妄图开门跑出去。我怎么会给她机会？一把拽住她的衣领，剁骨刀从上往下劈。烦人的尖叫声终于消停了，婆婆的脑袋歪到了胸口，半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我说过的，这剁骨刀很好用的。陈楠软趴趴地倒在地上，他双手紧紧捂着脖子，但血液还是喷涌而出，染脏了地板。看见我走向他，身体不停蠕动后退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想我此刻一定很吓人，鲜血几乎浸湿了前襟。剁骨刀在地板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。我似鬼魅一般一步一步走到了陈楠面前。如果是平常，男女之间体力的差异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可现在，他才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陈楠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眼神恐惧带着后悔。他哪里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他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我没有心慈手软，掂了掂手里的剁骨刀，捅进了他的肚子，一下又一下，仿佛将7年婚姻的怨气都发泄。他甚至来不及惨叫，就气若游丝地倒在地上，血液顺着他的肚子流到了地板上。我擦了擦脸上的血，抬起头，却猛然发现客厅的角落里闪着红光，那个从一开始就被我打开的监控记录下了一切。我心下一惊，本来是想记录下陈楠犯罪的证据，现在却偏偏拍到了我的罪行。我颤抖着将监控拿了下来，仔细检查了一番，呼出一口气，幸好阴差阳错，
那个监控我并没有联网，画面只是在储存卡里存着。1个小时后，我处理完卫生，收到了闺蜜打来的电话。刚一接通，那边焦急的声音传来：天哪，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接电话，我都要报警了。我这才察觉，1个小时前闺蜜给我打了好几个语音电话。那边继续说着，还以为你老公真的丧心病狂到干出杀妻这种事。对了，谈离婚的事还顺利吗？我看着手里的2个黑色大箱子，拉链处用塑料薄膜密封，应该还算顺利。挂断电话前，我告诉他离婚的事应该差不多谈成了，我打算带着琪琪回老家一段时间换换心情，又将当初从他那里借的钱还了回去。闺蜜倒也没多想，闲聊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。整理好一切，我又开了窗户，拿出香水喷在了客厅，随后又登上陈楠的账号，在贴吧里面回复：大家不用再蹲了，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我老婆说还爱我，不会和我离婚，之前发的都是气话，都散了吧。发出后只有零星几个点赞，帖子渐渐石沉大海。这也正是我想要的。下楼时又遇见了刚刚的中年妇女，她看着我提着2个箱子，嘲笑开口：怎么被你老公赶出来了？要我说你就别离婚了。嘴角扯着僵硬的笑，我无奈开口：听你的，不离了，没办法，婚姻就是这样，我也是彻底看开了。中年妇女听我这么一说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我开着车带着琪琪一路朝西边走去。过了高速公路路口，琪琪问我去哪里，我告诉她先去西藏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，那里人烟稀少，自然环境优美，野生动物也多。经过3天的时间，我们总算到了野生自然保护区。我将车停放在悬崖边上，打开2个行李箱扔到了山下。不一会儿，几只秃鹫闻着味俯冲降落到悬崖底部，物证被消灭。陈楠自从2年前失业，就一直没在找工作，而婆婆一辈子都在务农，时间一长，没有人会记得。我抱着女儿回到车上，一路向南驶去。几年后，在一座偏僻的小镇买了一套小房子，2室1厅，够我和女儿2个人住。我在当地找了一个普通的工作，过着平凡又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自那之后，每天都是个好天气，阳光普照大地，微风拂过院子，我从躺椅上醒来，女儿在一旁安然入睡。从今以后，我的人生都是自由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